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，古装丑男千千万，造型头套占一半。就算是公认的古装美男，也难逃造型师魔鬼头套的荼毒。那些本来脸型就存在瑕疵的演员，遇到不适合自己的头套后，更是丑得千奇百怪，不堪入眼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装剧里老生常谈的头套问题，看看到底是演员颜值不给力，还是造型师审美太糟糕。其实天下里男演员的头套可谓是槽点满满，就拿男主杨洋来说，先姑且不论他的演技是否端正，光看他的脸本身很符合东方美学里的古相美，这也是为什么提到古装美男大家总是会想到杨洋的原因。但即使是这样一张公认适配古装的脸，在这部剧的丑头套拉扯下，也显得脸型崎岖。咱们就是说，梳发是需要一丝不苟，但不是要一毛不拔呀。多放一些发量就能饱满的颅顶，到底什么仇什么怨，非要压得那么紧？他在舞动乾坤里也翻了车，这个神似兵马俑的发型和额前枯黄杂乱的碎发，让他有种又傻又土的气质。哟呵，今天这风有点邪啊！要知道，公认的颜霸杨洋，正常情况下，古装造型都是会让人惊艳的存在。无论是否有刘海修饰，无论是束发、披发还是高马尾，他都能凭借360度无死角的五官和自身的古典气质完美驾驭。造型师，你还我们的高冷男神！因为恋情绯闻口碑败了个精光的徐开骋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在胡珠夫人饰演疯批深情帝王的他，虽然人设很好，奈何一是演技不足，又把疯批演成了精神病的嫌疑；二是束发头套太紧，显得有些上轻下重，让人感觉莫名有些突然。他在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中的头套则是蓬松过头了，前半部分存在感极强，有种局促感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钝感很重，脸显得有些长，眼睛也被拉成细长形状，没办法完全睁开。其实他几年前在我在大理寺当宠物中颜值是很不错的，这个戴帽子的造型真的俊朗非凡，将他的五官的优势完美展现了出来，棱角分明的五官看着十分硬朗。从古装美男跻身到古装丑男的行列，徐开骋真是败给了造型师的头套。早前徐凯在出演《千古绝尘》中的白绝的时候，他的造型也被观众吐槽了个遍。遥想当年他在《延禧攻略》里扮演的傅恒，颜值连清宫辫子头都扛住了。从前有座灵剑山里的王璐，也是潇洒机智，颇有当年胡歌版李逍遥的少年气。招摇里的厉晨兰也帅得移不开眼。然而当徐凯遇见千古绝尘的发型时，也得长叹一声颜值跟不上丑头套的威力。压得过低的头套完全没有考虑徐凯本身脸型偏短偏圆的特征，让他本就有些发福的脸部线条看上去更加愚钝。除了发套以外，徐凯这个造型的发包也很让人无力吐槽，远远看上去就是下面一个大圆顶着上面一坨椭圆，毫无棱角可言，这丑头套还真是一言难尽呢。这部剧的造型师也不只坑了徐凯一个人，男二刘学义的白发造型也是他个人古装史上的滑铁卢之一。说实话，像刘学义这种天生的古装脸，他的颜值对于大部分古装造型来说适配度都是很高的。然而天启后期的白发造型不仅塌且紧，而且发际线后移的实在太远，再加上白发本身量感就更轻，属实有种头发把脑门往后拉的凋零感。这造型与他出演琉璃的造型对比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古装男神任嘉伦有被丑头套坑的时候，他和白鹿合作主演的《周生如故》火了，但很多人却吐槽他在《周生如故》中颜值似乎没有《锦衣之下》的颜值高了。其实这跟年纪增长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因为选错了头套。他在出演《锦衣之下》的时候选用的头套是美人尖式的，这种头套可以很好的规避他宽额头的问题，但是到了《周生如故》，造型师给他选的是1字线头套，这直接暴露了任嘉伦发际线低以及宽额头的缺点，起不到修饰脸型的作用，甚至有些显老。要不是国超颜值能打，真的要被丑头套坑惨了。他在《青云志》里6尾的铁刘海造型就更不忍直视了，《玉娇记》里的脏辫造型也有点拉垮，帅哥以后选造型还是要谨慎啊。因陈其亮大火的肖战也被丑头套坑了，当年他的魏无羡让多少人一眼万年。
在《庆余年》中，她的造型却让网友失望了。M 型发际线的头套设计显得她的脸又窄又长，脸颊凹陷毫无美感，少年感也消失了。再加上死亡滤镜和没有气色的妆容，让她整个人显得十分呆滞木讷，与魏无羡简直判若两人。《陈情令》里王一博扮演的蓝湛，在最开始几集被嘲讽眼睛睁不开像小吴，一大半都是头套太紧，加上还缠着膜的锅。龚俊在醉玲珑这个发套下也平平无奇，眉眼还是那个眉眼，但看上去却黯然无光，毫无视觉重心。相比之后让他爆火出圈的温客行的造型，真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不得不说，一个用心的造型，再加上合适的契机，真的能让18线演员逆天改命。吴磊在《斗破苍穹》里也遇上过丑头套，关键在于不仅丑，质量还毛躁。换上优质头套，再搭上飘逸的龙须刘海，就立刻养眼又好看了。据说这副头套比前者那个劣质头套价格贵了10倍。男神周渝民也踩雷了。在古装剧《忠烈杨家将》中，他的古装头套明显抬高了颅顶，额前的碎发也增添了几分飘逸感，哪怕胡子拉碴，脸上脏兮兮的，也很有古装帅哥的氛围感，英气十足，颇有大侠风范。大宋宫词里的他，无论是顶着整齐的官发，还是戴着帽子，五官和轮廓都非常优越，完全经得起镜头的考验。然而《烈火如歌》中的他，却让人看了就觉得头皮一紧。张震也帅得独树一帜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。虽说这类长相不太适合古装剧，但他在《绣春刀》中的锦衣卫造型还是很潇洒的，帽子修饰了脸型，也让他的气质更加冷峻。不戴帽子也是帅的，自然的碎发，蓬松的颅顶和他的脸型很适配，放大了五官的立体感。可晨曦园里的他，扯头皮扯得也太狠了吧！本就脸型偏长的他，瞬间被拉长成了苦瓜脸，接连撞脸雪村、本山叔、光头强，跟帅字几乎沾不上边。霍建华古装造型一向可圈可点，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徐长卿，丸子头清爽帅气，很有少年感。《秦始皇妃》中的刘连成依然是这款官发，两鬓和发际线很优越，侧面轮廓分明，很有古偶男主的苏感。《金玉良缘》中的造型虽然没有那么精致，但头顶依然很蓬松，显得脸小而立体。相比之下，他在《花千骨》里饰演的白子画多少有点惨不忍睹。另一位古装造型备受认可的胡歌，也曾被不合适的发套坑过。他在《少年杨家将》中饰演杨六郎时的高马尾发型很好看，额前留着轻薄的齐刘海，好一个翩翩少年郎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饰演宁采臣时，依旧是有刘海的发型，但比起英姿勃发的杨六郎，这部剧里的他有种儒雅的书生气质。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剧中的他也顶着相似的发型，分别演绎出了李逍遥的侠气和景天的痞气。在《琅琊榜》中化身心思沉稳、足智多谋的梅长苏时，头顶挑高的官发也很适合他。但古装男神也有翻车的时候，比如他饰演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郭靖时，这个颅顶过低、两边发际线靠前的藏民头，不仅显得他脸很长，脸型也很崎岖。从帅哥到马脸憨憨，差的就是一个拉垮的头套。凭借东宫出圈的陈星旭，也算是这几年颜值深受认可的古装美男了。东宫中的造型就很适合他，头套完全不勒头皮，还调整了面部比例，精致又立体。半披发造型也保留了头顶的蓬松感，少年义气和美男氛围拉满。然而，啥样的帅哥摊上紧绷的头套都没辙。他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演杨康时，直接撞脸王自健，还暴露了脸肿的问题，跟出圈造型的对比真的太惨烈了。江夜里的陈飞宇五官立体，少年感强，蓬松的高马尾造型虽不惊艳，但胜在清爽自然，即使头发被打湿，有种挡不住的青春气息。可到了天行之路里，他也换成了贴头皮发型，头顶一塌，整个人变得很没精神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现代装帅气十足的李现，将与古装造型也有些吃力。他在《剑王朝》中顶着空气刘海出镜时，失去了往日的俊朗，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。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适合古装，换上自然蓬松的官发，就有几分少侠的气场了。
张翰也被古装造型中的齐刘海拉低过颜值，他出演的古装剧也不多，但早年在《隋唐演义》中饰演罗成时，虽然辨识度不太高，但算得上气度非凡。可《山海经之赤影传说》中，厚重的齐刘海流露出了一股浓浓的廉价感。你还见过哪些拉低演员颜值的丑头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